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做好了地狱尾和平，在地狱门的那头呢，已经积攒了有100多只猎人了，我们也就不过去看了。在上次做完之后，这里的地狱门加载器我也把它改了一下。这一种地狱门加载器呢，它的体积很小，做起来也很方便。我这里采用的是格兰博的地狱门加载设计，我也就不详细的介绍了。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会把原视频的链接放在视频简介里面，大家可以自行的去参考。好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仍旧来感谢一下这边的充电名单。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小伙伴呢？好，这边有12位小伙伴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有3位小伙伴，这边有个 ID 叫做弑神杀神啊，你充电的数量有点多啊，你这看个视频得花不少钱呢。你们以后在送礼物或者上传的时候就不要搞那么大的礼物了，毕竟看这个视频也就只是当做娱乐吧，这个礼物有点大啊，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啊，毕竟节目也就做的那样，随便送一下小礼物就可以了。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支持吧。我们之前做的地狱尾和平装置在很遥远的地方，并且不能够从地狱回来，只能从主世界飞回来，飞一次就是4000多格。由于1.14不能做珍珠炮，也没有超船，所有便利的交通方式都被一票否决了。不过之前有在红石科技搬运组看到一个可行性很高的珍珠传送站，这玩意就相当于远距离瞬移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以往的珍珠炮，而且造价还非常便宜，所以我现在正在收集一些珍珠用来传送。当我们集齐了7颗龙珠之后，我意思是，当我们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末影珍珠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开始着手来建造珍珠传送站了。这里呢，我们先搭2个柱子啊，这个是原石墙，上面放一个方块，随便什么方块都可以。然后搭成一个这个样子，再把中间3个啊，把它给敲掉。这两边呢，我们分别要放上半线钩。我们要先来做一下半线钩。半线钩我们先放1个，另一个呢，这边要放船。我们首先呢，要先放船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船放在灵魂沙上面，这样船的碰撞箱它就会陷下去1格。如果这里没有陷下去，我们之后啊，在这里丢末影珍珠的时候就会出问题。船呢，放的时候啊，要靠近左半边啊，把它往左边稍微靠一点。我们再把线，之前放在地上那根线在这里，好，再把它拿上来，放上去啊。我们只放一半，原石墙，好，放上面去。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船往这上面推。准备好我们的活塞，活塞呢，我们先推一下啊，推一下，再把它打掉，然后再用方块继续推，好，它现在已经完全和这里的栅栏啊已经重合了。打开 F3+B， 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总之它这里有那么一点点啊，一点点那个白线，它已经跟这里的栅栏已经重叠了。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把这个船再往里面推一点啊，往里面推一点，推到什么程度呢？这里的碰撞箱啊，这里的碰撞箱要差不多到这个方块的中间来，我们再往里面推一点。好，差不多了，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拆掉。然后船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里的方块把它还原，我们直接放，这里是放不上去的。那要怎么放呢？这里只能够从上往下推。我之前做的时候，自己创造摸这个结构的时候摸错了一下，这里一定不能够用方块从下往上面推，从下往上推就会把这个船把它推起来，这个碰撞箱就不对了。好，推下去，当然这推一下是不够的，我们要再推一下。好，到位了，把这个打掉，这个上面放上红石，放完红石之后，把它放上去。这个半线钩呢，它就已经连上了啊，这样我们的下半部分就做好了，上面这些多余的东西全都可以拆了。好，然后我们再走到这个最上面来，先跳到这里，拿出粘性活塞，放在这个方块上面啊。之前我们是放完这个点状红石，激活这个红石之后，它就会生出这里的粘块，
我们像这样放，下面的柱子可以打掉了啊。这里1、2、3、4、5，放5个。下面呢，我们可以用灵魂出窍看一下，这边放2个铁块，好，回来2个铁块之后，放一个红石块，然后再放一个原石墙，我们要在这里放。然后这里的红石块呢，它是要继续的给旁边的充能，这里可以打掉。当这边推出来之后，哎，有东西掉上去了，有东西掉到这个线上面去了，没关系，我们接着做啊。这里呢，把红石线往上面连到第3格的地方，好，这样放。这块多余的可以把它打掉。这里呢，我们继续放活塞，这个活塞都会把我们推下来的，我们再垫上去。这里的活塞呢，仍然啊给它放1、2、3、4，都是4个高。这里铁块3个铁块，再放一个原石墙。好，我们刚刚还是跳下来了，把这里的东西还原了一下，有点妨碍我们做东西。还原之后，这一边呢还要放上箱子，1、2、3、4、5。这边的箱子呢，就跟这里的这个栅栏是同高的就行了。然后这边继续往上面做。箱子呢，就是用来卡碰撞箱用的。最后珍珠投上来的时候，这边会往外面推它，就把它正好挤在这个缝隙里面去了。然后这一边呢，同样也是放箱子，放4个，也是跟它同高就可以了。箱子的最顶端，哎，粘性活塞，然后再放4个粘块，1、2、3、4。放之前呢，我们先还是把下面做好啊。这下面，好，刚刚这里做错了啊，不是这个上面放侦测器。毕竟这个是生存，没有创造里面做了直接做的时候也不是很好看方向。我们要跳到这下面来，在这个地方放上侦测器啊，朝上的侦测器。这里的侦测器呢，就是用来激活这上面箱子上面的这一个粘性活塞。好，我们跳下来。跳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这里不能连起来，这里推到前面来就会把这个栅栏把它粘回来。好，我们再放上这里的侦测器。放完之后，这里是完整方块，这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半砖啊，半砖就可以阻止下面的侦测器朝上面充能。好，像这样做，我们先把它打掉。好，这样放啊，这里再来一个粘性活塞，粘性活塞朝上，侦测器，哎，这个侦测器啊。朝这一边，好，再来一个，朝这一边放。那么只要这一个活塞它被推上来了，上面就会发出高频。这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是个侦测器，这个活塞把它推出来，它会发一个非常短的脉冲。然而这个非常短的脉冲呢，只能使这个活塞粘性活塞推上去，但是呢，它没法将它拉下来。只有再次激活下面的这个活塞，才会使上面的侦测器把它拉下来。所以呢，它推上去，这里就会不断的发出高频。好，我们再返回到我们身上，这里还要放一个2档的。我的中继器呢？我做红石居然不带中继器，我也是服了。好，我们现在又搭上来了，这里给它打个2档，之后呢，这上面1、2、3、4。那这样就大概做完了，我看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这个装置呢，它是用来滞留末影珍珠的。你将末影珍珠把它投上去，它会在上面一直弹，它不会落地。只有当这个活塞它不动了，末影珍珠才会掉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末影珍珠的这个特性，可以来进行一个非常快速的回程。比如我们在外面闲逛，离家很远，但是我们回来就得花很长时间。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无限红石技术，就可以远程的来控制这边的机器，让它停止工作，就可以使得上面的珍珠落下来，
落地之后我们就可以从很远的地方传送回来，这就是这台机器的原理。回到我们身上，我们扔一颗珍珠啊，来看一下这个机器啊能不能滞留住珍珠。在我们发射珍珠之前呢，我们还要在这个地方啊做几个活板门。这个活板门呢，我们拿3个啊，1、2，第3个。活板门的作用就是用来限制我们玩家的活动范围啊。我们站在中间，左右就基本上已经不能动了，就限制我们玩家的活动范围。然后朝头顶上面扔一颗珍珠，我们可以看一下珍珠，好，它已经在上面弹了啊，它不会落地，它永远不会落地。只要出生点一直保持加载，它就会一直在上面弹。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里面的某些部分的原理。由于我们投末影珍珠呢，尽管我们是垂直180度啊往天上面丢，它有一些随机的偏移。这里呢有2次推啊，一次是这个活塞把它往这个箱子上面挤，另一次呢是这个活塞把它往这边箱子上面挤，就可以使我们投出的末影珍珠它的随机的其他方向的一些动量把它全都给归零。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上面的珍珠呢，它一直在这个地方弹，它不会弹到别的地方，它不会往左弹，不会往右弹，它不会掉下去。所以这下面起到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水平动量的一个纠正的作用。那么这下面的船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没有这个船，我们扔这个末影珍珠，这个半线钩它就不会触发，那么上面的活塞也就都不会联动起来。在我们刚刚提到了无线红石才能够使这边的传送装置生效，那么我们怎么样做到远程红石的控制呢？我们这里已经看到右下角有些内容啊，可以听到一些声音。这边的无线红石呢，是用到了这个狗想咬这里的小白，它就会不停的跳，但是呢这里又跳不进去。下面有一个活板门，它的碰撞体积呢是比这一个格子要高，它就会不停的跳，这里的半线钩也就会一直发出红色信号。这里是一个衰减的电路，2个比较器像这样首尾相连，就是一个衰减的电路。好，它刚刚有一段时间没有蹦啊，就算它刚刚那短暂的时间没有蹦，这里的电路呢它也是并没有衰减完，要使这里的电路衰减完就必须使它坐下。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狗子啊来实现远程红石技术的。如果我们离开了主世界，我们进地狱门啊，这个狗呢它是会坐下的。那么这个特性呢也是由国外的一个玩家啊叫做 Marlon 他发现的，在 1.9 版本之后啊，好像是 1.9 版本，因为这个狼会咬这个小白的这个特性好像是 1.9 之后才加入的，所以呢 1.9 到 1.15 一直到最新的版本都可以用这个无线红石技术来实现一些远程操控。这边的电路后面呢是接了2条线路，一条线路这里是用来锁这边的中继器的信号的，而这上面这条线路呢是要将这里的红石信号一直传到这上面来，也就是传到这个活塞上面。一旦这里的红石信号传上去了，上面的活塞它就会停止，这里的红石线就是接到了这里，激活这个活塞。我们可以手动的来激活，看一下啊，激活它会发生什么。上面就开始产生高频了，也就是我们之前如果啊珍珠一直在上面弹的话，就是这种状态。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那么这个狗子啊它就不会跳了，但是不会跳并不会影响这里的红石能否传上去啊。我们如果要使这里的红石让它传上去，我们必须进入地狱，然后赶快出来，这里的红石线才会传上去。由于这里是会锁住这里的信号的，它是传不上去的，我们只能短暂的进入地狱，然后快速的离开，这个信号才能够传上去。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衰减电路，就起到一个延长一段时间才熄灭。这里的信号呢，如果亮起，它就会被推出来，要等它熄灭是要过将近10秒钟的时间，它就会缩回来，使这下面的信号传出去。如果我们是进入地狱办一些事情，就比如我们去地狱去挖点石英啊，挖一点或者挖一点灵魂沙，是需要去地狱很长时间的。那么这么长时间呢，我们再回来是不会触发这里的装置的，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被误传送啊。只有我们在快速的进入，然后再出来，就会触发这里的装置。那么这个电路呢，我也就不详细讲解了，大家可以参考原视频啊，李芒果的原视频，我会把视频的链接附在视频简介里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先扔一个珍珠啊，从这里扔上去，那么这个珍珠就会滞留在上面。接下来呢，我们只用进入地狱，然后快速的出来，我们就会被传送到这个机器的这里面，或者有可能还会
掉到上面去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先进地狱看一下，好，然后再迅速的回去。停下来了，那么我们就被传送了，就会被传送到这个下面来。那么我们只要到非常远的伪和平的那个地方进地狱一下，然后再赶紧出来，也是能够传送到这里的。但是呢，由于伪和平那边地狱门最好不要随便进啊，那边随便进的话就会把那边的加载器给弄坏。那么我们就不要到那个地方尝试了，我们去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只要有地狱门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那么我们从地狱走啊，我们正好试验一下，如果在地狱里面穿梭的时间很长，会不会激活这里的装置。我们去哪里呢？我们随便我们去海边那边的地狱门。我们现在在地狱里面待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出地狱门是不会激活那边的传送装置的。好，我们可以出去看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到了海边，我们稍微等个几秒钟看一下是否会被传送。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有点久了，那边的活塞还在动，就说明我们这一次并没有触发那边的装置。那么我们再迅速的进入，迅速的出来，看是不是能够传送回去呢？好，再迅速的回来。好，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外面很远的地方，就比如我们地狱伪和平那个地方，我们到那边把那边的区块一加载，然后就进地狱门，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迅速的回家。那么我们解决了返程的这么一个问题这种交通问题。那么我们如果要是去很远的地方呢，这个就是一个难题了。之前的节目中我也看到也有小伙伴跟我说可以利用玩家炮，我之前也看到有人做过那个玩家炮，原理就是以前的珍珠炮差不多的，只不过我们射出去的呢不再是末影珍珠，我们是将自己将我们玩家给炸飞，炸到目的地。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吧，毕竟在 1.14 珍珠炮不能用，而且超船也不能用，看来目前的方法也就只有玩家炮了。那么这样的话，去程和返程我们的交通问题也就都解决了，就差我们的建造问题了。我们找个时间再把这个去程的这个玩家炮给做一下。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还有对红石方面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欢迎来评论区留言讨论。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